Hello， 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這次我們來到京都車站，在關西地區，除了大阪之外，京都也是一定會來的地方。考量到交通，很多人會選擇住在京都車站附近。但其實京都站本身並不能直接穿越前後站，如果不會走的話，可能會繞非常大一圈。而這次就是要分享一下已經住在京都4年的經驗，看看京都車站附近有什麼好逛，怎麼走會比較輕鬆，一起推薦給大家咯。這一次呢，我們來到京都車站。去年我們有做一支介紹大阪梅田車站的一個逛街攻略，然後今年就想要來做一個是京都車站的版本。京都車站相對梅田當然是沒有這麼複雜，但它因為分為前站跟後站，所以不會走的人或是拖着很多行李的時候，其實也還蠻困擾，不知道該怎麼走比較好。然後因為這附近可以搭乘的電車路線也很多，新幹線也可以，地下鐵也可以， JR 也可以，近鐵也可以，所以其實整個加起來也是還蠻複雜的。那這次呢，就是來介紹一下京都車站該怎麼走，該怎麼逛會比較順，還有一些推薦的餐飲、逛街的地方，還有住宿的地點，都一次跟大家說。那我們就來看看吧。JR 京都車站本身分為南北兩側，靠近北邊7條方向，我們暫時稱之為前站；而靠南邊8條方向，我們稱之為後站。京都站本身的建築沒有辦法從1樓穿越前後站，如果下車後要往前站，也就是京都塔的方向走的話，建議走中央口或是地下東口會比較方便。從中央口出來之後，馬上就可以看到京都塔。前站也有非常多的商業設施，最推薦的就是車站前的地下購物商場 Poruta。Poruta 一共分為3個區域，每個區域的營業時間稍微有點不一樣，主要是以餐飲和服飾店居多。最大的是西區這一側，這邊除了有無印良品、3COINS 之外，還有非常多的餐廳。這邊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餐飲店其實很多，不過因為它的位置就跟車站直接連通，所以很多人都會來這裡吃飯。現在呢是平日的中午12點左右，人是看起來蠻少，但這邊假日真的是很誇張。京都超有名的老鋪洋食店東洋亭在這裡也可以吃得到。從1897年開始營業至今，京都車站附近就有3間分店可以吃。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百年漢堡排和百年布丁，另外一間 Sir Thomas Lipton 也是京都很有名的下午茶甜點店。本店在京都的3條，但是在 Poruta 這邊也吃得到。除了內用之外，也可以考慮外帶他們的蛋糕回飯店吃看看哦。到了 Poruta 東側這邊的話，也是以餐飲為主，因為也是一個要買伴手禮很不錯的地方。除了西側之外，東側的餐飲選擇也很多。大阪非常有名的55一九包和金澤的 Maimon Sushi 在這邊都可以吃得到。Poruta 除了餐飲選擇很多之外，逛街購物也是非常推薦的地方。很多知名日系服飾品牌在這裡都有設櫃，一些比較流行的韓國彩妝在這裡也都可以找得到。如果想要找一些藥妝店不大會有的開價品牌的話，可以來這裡找看看哦。除了用餐和購物非常方便之外，Poruta 還連接着其他的商業設施。從 Poruta 的南區卡路迪咖啡旁邊，就可以直接連通到伊勢丹百貨的地下2樓。伊勢丹百貨雖然是京都站附近唯一可以買精品的百貨，但比起在這裡購物，更推薦的是它的 B1 伴手禮區和 B2 的地下街美食區。哦，有哦。我以為它是200塊而已，200塊我就買。這個還打8折哎。B2 的美食街地下區從傍晚開始都會有折扣，如果想要吃看看百貨公司超美味的便當的話，是個很不錯的機會。地下1樓的伴手禮區也非常推薦，
傳統的日式伴手禮和比較西式的蛋糕店剛好分成左右兩側，在選購的時候還蠻方便的。傳統的日式伴手禮裡面，最推薦的就是阿夏利莫奇和小倉山莊。阿夏利莫奇因為有效期限比較短的關係，比起送人，更推薦自己買來吃看看。地下一樓還有另外一間非常推薦的日式蒙布朗點心沙織。比起大排長龍的河原町店，在伊勢丹吃的話，相對不需要等這麼久。另外，這裡的酒賣場也非常值得來看看。想要在日本買踏劑的話，這裡的價錢相對關西機場便宜不少哦。你是買這個？啊，6600啊。哦。伊勢丹百貨的10樓就是非常有名的拉麵小路，這裡聚集了很多拉麵的店家，也是京都站附近非常推薦的餐飲區。今天吃沾麵，很方便耶，不是現金也可以，越來越多了。今天我們在這裡吃了沾麵，整個吃得超級飽。伊勢丹百貨和京都站本身是連通在一起的，這裡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免費景點，和拉麵小路同樣在10樓的空中走廊，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京都塔。哇，這邊可以完全看到京都站的這個大樓梯，這樓梯晚上會點燈，點燈之後非常漂亮。京都車站感覺要認真逛的話，也是要逛很久。我現在才前站逛的差不多而已，後站完全還沒有開始逛。哇，這邊可以看到好大只的京都塔。我有在京都住了3、4年，我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可以看，我第一次注意到這邊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標。清水寺看得到，真的假的？一直往右邊找的山坡上，今天天氣有點霧霧的，但是完全看得到清水寺我都不知道在這裡看得到京都站的東側4樓還有一個可以和京都塔拍照的平台。比起車站1樓中央口前的廣場，這裡的遊客非常的少。想要好好拍照的話，可以來這裡看看哦。從波魯達這邊一直繼續往京都塔的方向走，就可以連到ヨドバシ。一樣，只要走地下通道就可以直接連通到ヨドバシ，不需要走地上也沒有關係。波魯達除了連通伊勢丹百貨之外，從東側這一區還可以連通到ヨドバシ和京都站最大的唐吉訶德。京都站的ヨドバシ雖然沒有像梅田的那麼大，但也算是應有盡有。來到日本想要找的家電、相機周邊等等，基本上在這裡都可以找得到。很厲害的 Panasonic 的刮鬍刀，電動牙刷也是很多人來日本會喜歡買的。Rifa 最近它的梳子本身很厲害的。一直以來大家都非常喜歡的吹風機、電動刮鬍刀、電動牙刷等等，也都可以在這邊找。這牌子不曉得台灣找不到，它的筋膜槍也是非常有名，一些按摩。同樣，這裡也有賣行李箱，如果買到裝不下的話，就直接多帶一顆行李箱回台灣吧。樓上還有其他非家電的賣場，主要以服飾為主。Uniqlo 和 GU 在這裡一樣都有，也都可以辦理免稅。
比較推薦的是地下2樓還有勒比亞超市。現在在台灣也有開店，應該不少人都有聽過。不過换算下來，日本的價錢還是比台灣便宜不少。想吃看看日本的高級水果、生魚片、和牛等等的高級食材的話，可以來這邊找看看哦。但要記得，勒比亞基本上只能使用現金，不能刷卡哦。從ヨドバシ B1 出口出來以後，繼續往北走，就會一直來到東本願寺。這附近有京都站最大的唐吉訶德可以逛逛。一共有3層樓，裡面也有電梯。不管是買太多，或是不想爬樓梯，或是推娃娃車等等的狀況，也都不用擔心。因為它營業時間大家看，開到凌晨1點，整個超猛的。那裡面有3層樓，1樓主要以美髮產品和彩妝為主。想要一次比較日系品牌和韓系品牌的話，這裡非常方便。2樓則是以藥品和維他命為主。京都站附近如果想要買藥的話，應該是這間唐吉訶德和車站前的大國藥妝貨比較齊全。那直接跟大家講，這裡的合利他命是京都站附近最便宜的。所以如果就是要買合利他命的話，就在這裡面找吧。還有5個1條的、2個1個的，還有單個的都有。那價錢就大家自己去算，哪一個最划算？當然是5個最划算啦。3樓的話，則是有各種家電和行李箱。這間唐吉訶德更棒的是，它營業到半夜1點。白天忙着觀光，晚上想要逛街的話，也不怕沒有地方去哦。今年才開的 Coffee and Donuts Nature。京都站光是前站就已經非常好逛，走得這麼累，當然要找個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除了地下連通道之外，京都站附近最近也開了一家新的咖啡廳，除了非常早就開始營業之外，11點之後還有賣生甜甜圈。更讓人意外的是，它裡面的空間非常的大，超級舒服。沒想到在京都站附近竟然有一間這麼大的咖啡廳，真的是蠻難得的。生甜甜圈的口味雖然沒有到非常多，但基本的也都有，口味上也還不錯。想在京都站附近找一個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的話，這個還蠻推薦的選擇。京都站的前站以商業設施居多，但其實很多的飯店都是在8條口後站這一側。想要往返前後站的話，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利用它的地下通道。JR 地下東口前的 7-Eleven 旁邊有一條地下連通道。走這裡的話，就可以一路通到後站8條口前的廣場。不管是搭地下鐵或是搭 JR， 都可以走到這邊的通道。如果是還在站內還沒逼出來的話，可以直接走到8條口方向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前站逛一逛，想要到後站的話呢，就走這邊。利用這條地下通道往返前後站真的是非常方便。如果需要搭乘電梯的話，可以繼續往右側的坡道走。8條口車站除了也可以搭 JR 之外，如果要搭乘新幹線或者是近鐵去奈良的話，也都是在這一側搭乘。如果是要逛街購物的話，最推薦的就是去這裡的イオンモール永旺購物中心。後站這邊比起前站有更多的飯店，其實前面這一排幾乎都是飯店。那我們現在呢要去的是在後站這個方向，
有一間非常大的 Ion Mall 永旺，那邊其實非常好逛。雖然從車站這邊要稍微走個5到10分鐘，但反正是一個蠻舒服、蠻好逛的購物中心。我們走過去看看。京都站附近的置物櫃其實設置的蠻多的，只是還是不大夠的樣子。然後用 Eco 卡或者是 IC 卡或者是西瓜卡，這些通常都是可以的。走外面也可以，走裡面的話呢，冬天怕冷的話就走裡面吧。這條路叫做 Asti Road。也有一些藥妝啊，或是 Uniqlo 這種，但是這邊的店都比較小啦。還有一些那種車站附近會看到比較古色古香的這種伴手禮店或是小店，也蠻有趣的。從這裡出來以後呢，旁邊就是伊勇永旺了。京都站的永旺購物中心 Ion Mall， 雖然距離車站稍微有一點遠，但裡面的商店非常的齊全，各類都有。不管是想要買服飾、日系雜貨、戶外用品、鞋子、包包等等，這邊通通都有。裡面的無印良品和 3COINS 都是大型店，除了貨比較齊之外，也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限定商品。這裡的 3COINS 是 Plus。太快了吧！11月都已經這麼多聖誕節的東西，這個已經大家都在買了，行李裝不下就買它回去。這個想要，這超棒的哎！直接叫一個在家裡化妝，不是很棒嗎？哇，穿的衣服這個超棒的。尺寸不知道怎麼樣，但大概這個大小是可以走。它這有個 sample， 還有娃包，這可以放好多你的娃。因為很常看到有人在介紹，它這裡有賣，是可以折疊式的洗衣機，然後這個可以拉高啦，然後中間就是它在轉，然後它的這個東西是要幹嘛？比如說。你要出國玩也可以，或是洗寵物的衣服、襪子，想分開洗的，使用起來長這樣子。怎麼辦？要買這個嗎？這很棒啊！它有3個頭哎。啊，這個我有點想要哎，是想要的東西。你可以就是切，它现在把刀子拆掉，裡面应该有刀子的，可以切洋蔥的。這家叫做 Walkman 的店 ，Walkman 非常需要好好介紹一下。我跟你講，現在日本人超瘋這個牌子。另外還有這家 Walkman 也是超多人在逛。以前是做職人的工作服為主，現在也有做時裝。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們的機能性非常的好，有蠻多防風防雨的商品之外，價錢還非常的合理。如果走累了想要吃飯也不需要擔心，4樓也有美食街和餐廳區，還有遊樂區。不想逛街，想要抓娃娃或者是玩扭蛋的話，這邊也都超多。哦，口欲不高。好，这怎麼可能下去？樓上甚至還有電影院。如果不想東奔西跑，想要一站全部買好的話，直接來這裡就對咯。然後我們現在在的這個位置呢，是2樓天橋連通的一個等車區。因為這邊呢，其實搭巴士也是蠻多路線的。下去地上的話，就是可以一路走到伊勇這邊。那相反的，
往店家這邊走，就可以到前站。往返前後站除了可以走地下通道之外，也可以走京都車站的2樓。2樓的連通道比較靠近西側，如果是想要走這邊的話，從京都站下車時直接走西口會比較方便。西側廣場的附近還有京都綜合觀光案內所，簡單來說就是京都觀光遊客中心。裡面除了有介紹很多景點之外，還有一些最新消息。接下來的紅葉季是否已經見頃，也可以在這裡看得出來。觀光所裡面的紅葉現在最新的情報，通通都還沒紅哦。從京都站想要去京都的主要觀光景點，其實也都非常方便。多數遊客都會選擇搭京都的市區公車，在週末或者是日本的國定假日，還有觀光假日公車可以搭乘。如果是想要去清水寺、銀閣寺、金閣寺這些地方，基本上搭公車就可以到。到了晚上，京都站附近也非常漂亮，京都塔也會點燈，通常是會點白色的燈，像是燈塔一樣的感覺。但如果運氣好的話，會遇到不同顏色的特別榜哦。京都站的東側廣場一路到空中走廊，晚上也都會點燈，一邊欣賞夜景，一邊看點燈，其實也是蠻有趣的。京都站是多數人來到京都一定會來的地方，除了往返機場可以搭乘特急哈魯卡之外，也有機場直達巴士、利木井可以搭。如果是想要前往日本其他的縣市繼續玩的話，這邊也可以直接搭新幹線。雖然周邊的街景沒有像東山或者是河原町那樣那麼傳統日式街景的感覺，但利用公車和地下鐵在京都觀光的話，其實是個非常方便的地點哦。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給接下來想來京都玩的朋友們當做參考咯。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拜拜。以上。